女孩是个天才，她偷偷潜进情报局大楼，来到档案室的门口，单凭按键磨损程度，她就成功破解了密码门锁。打开电脑，连接手机，女孩用高超的黑客技能登录进内部系统，她要调查一桩警方认为的自杀案，死者是她的养父。警方在现场拍下了超过400张照片，女孩一眼就发现了其中的端倪。排列整齐的书架唯独少了 K 卷，这绝不是父亲的性格。突然，门外闯入一伙持枪的大汉，科尔不慌不忙地举起双手，他认为这些人不会对他动粗，但是。等布袋再次打开，科尔出现在一家中国餐馆，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坐到他对面，自称代表一个绝密组织——思想调查局。他们暗中观察科尔已有1年之久，之所以选中他，因为他有异于常人的特别之处。科尔对时间的敏感度极高，这是做思想调查时尤为重要的条件。马吉把他带到了思想调查局，这里看起来科技感十足。Welcome to the Stitchers program. 技术男卡梅伦给他介绍了编织记忆计划。简单说，他们发现人在去世的10分钟之后，大脑才开始衰亡。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采取一些医学措施，就可以让大脑的衰亡速度减缓几天。再通过他们发明的记忆共享科技，把一个鲜活的意识注入到死者的记忆之中，这样就能捕捉到死者脑中的重要信息，来应对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事物，或弥补遗憾，或侦破谜案。还没来得及做各项评估，科尔就接到了第1个任务。男人死于一场爆炸，在他生前还埋下了其余3颗炸弹，今天已经引爆了1枚。科尔需要进入他的思想，在记忆瓦解前找到其余2颗炸弹的位置。时间紧迫，卡梅伦只来得及讲清流程和弹出密码。科尔已经穿好了装备，下到了记忆编织池中。Alright, I need to go, no go for Stitch Throw Sync left side. Good to go. Sub-bio, go. Engineering, All systems online, go. communications, Go for the Stitch, mon capitan. medical. She's looking good. Go. Com check, 1 2 1 2. I hear you. You're on, princess. Close your eyes, try to relax, and don't forget, whatever you see in there, you're not alone. I'm with you. Trust me. Aye, mon capitaine. Stitch Throw Sync in 3 2 1. Mark. 随着2端仪器的推入，科尔开始融入男人的记忆中，两者的神经开始同步。瞬间，科尔进入到一个数字化的地方，这里就是死者脑中遗留的意识世界。这是世上最顶尖的科技，它能把一个活人的意识注入到死者未衰亡的大脑中，探取人们想要得到的信息。这是科尔第1次进入别人的思想，他要在这些记忆碎片里获取现实中2枚炸弹的安放位置。在大家的鼓励与安抚下，科尔紧张的情绪逐渐冷静了下来。直觉告诉他，卧室里面有他想要的东西。科尔走到门前，却发现他无法触碰意识世界中的事物。卡梅伦解释，在那里他仅仅是一缕意识，想要打开门要靠意念。于是I'm in. 在房间里，男人正在与女朋友亲热，科尔把手伸过去，突然一道金光从手臂开始蔓延至全身。这时他脸上表现出痛苦的表情。在现实中，科尔同样像在挣扎，所有屏幕开始不停闪烁，整个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意识中的科尔被吸入了另一篇记忆，那是一段悲伤的经历。女朋友在全息成像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却被他所在的学院剽窃了成果。女朋友非常愤怒，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疾驰而来的公交车。男人亲眼目睹了女友的死，后来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学院剽窃事件上。接下来，科尔看到了一组记忆中闪现的画面，一些操作按钮、蓝色的门和一条街的名称。最后，科尔出现在男人的家中，他满脸的颓废，手里握着女朋友的照片，在他的对面是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炸弹。男人制作了4颗，第1颗给了自己，第2颗炸掉了学院。就在这枚炸弹爆炸的同时，所有系统恢复了正常，但此时系统检测到死者的记忆正在迅速崩溃。 Not to alarm you, princess, but Brant's brain is collapsing, which is a very bad thing. 留给科尔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在15秒内主动输入弹出密码，将自己的神经与死者断开同步。终于，科尔抢在最后时刻成功将自己拉回了现实。有了这些信息，科尔去了闺蜜的家，她有办法找到那扇蓝色的门，因为整个城市的面部识别程序都是她编写的，只要更改其中几行代码，就能让程序搜索蓝色大门。但科尔尝试了几遍都没有找到那道门。这时，卡梅伦突然有了主意，他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简化了搜索程序。然而这次得到的结果，有2个熟悉的面孔被科尔捕捉，他们2个都曾出现在死者的记忆中。根据资料，就是照片中的女人将全息技术卖给了学院，那么她极有可能是男人报复的目标之一。2人当即开车来到女人的家。 Excuse me? Jane Pika? Yeah?
看来他们猜的没错，这里就是第3颗炸弹的位置。在女人口中，他们问到了葬礼上被拉扯男人的位置，这里是一所学校。卡梅伦首先拉响了警报，疏散人群，然后在地图上找到了男人的办公室。230. Wait. Forget Castellano, the bomb's in the basement. 两人赶到地下室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男人被五花大绑在一颗巨型炸弹的旁边，炸弹引信被设置成了水银转向开关，手柄稍有倾斜就会被引爆。科尔看到炸弹上还有一个密码装置，他突然想到在男人的记忆中确实出现了电话按键的声音，于是科尔开始努力回想当时听到的音调。他要来卡梅伦的手机，开始还原音调对应的按键。在确定无误之后，科尔大胆输入了密码，他的判断非常精准，炸弹的运行程序终止了。回到思想调查局，还没来得及休息，他就接到了第2个任务。直到看见这份机密文件，科尔才知道，他下一个要潜进思想的死者正是他的养父。黑进死人的大脑，读取逝者的记忆，让鲜活的意识与衰亡的思想建立连接。这项未来科技被一个神秘组织掌控，他们把它称之为编织记忆计划。然而就在今天，组织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项技术的开发者突然间自杀。组织认为他的死另有蹊跷，于是想让科尔读取他的记忆。科尔翻开文件，惊讶地发现，死者竟是他的养父艾德。所有系统都已检测完毕。就在科尔进到记忆编织池准备开始的时候，马吉突然出现，终止了这次同步。昨晚，年轻女孩丽莎死于一种新型毒品。为挽救更多年轻的生命，组织决定先读取女孩的记忆，从而彻查毒品的源头。科尔重新下到记忆编织池中，卡梅伦下达了开始的指令。 Life sci. We are a go. It's a bio. Go. Engineering. Go. Communications. Yeah, we're a go. Medical. Go. Com check. 1 2 1 2. Can you hear me, tough guy? Yeah, I hear you. Okay. 3 2 1. Induce stitch neurosync. 瞬间，科尔被送到了丽莎的记忆。这里环境嘈杂，加上毒品对记忆的影响，导致科尔根本没有办法集中视线。不过，他还是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注意到了一个拿相机的男人。之后，他看见摇摇晃晃的丽莎，貌似想要带走另一个女孩。但当女孩再次转身，她竟变成一个恶魔的样子。在她周围，所有人都变成了怪物。科尔被吓坏了，他紧紧地闭上双眼。这时，眼前又闪出了丽莎被人谋害前的场景。这次编织记忆只进行到这儿，科尔就弹出了死者的思想。后来，卡梅伦编写了过滤程序，让科尔能在记忆中不受毒品作用的影响。为了能尽早调查养父的死，科尔当即提出重返死者的记忆中。但卡梅伦指出，每次编织记忆后的5到12小时里，死者的大脑会有一个绝对不应期，要等这个时间结束才能再次编织记忆。 Okay, so stitch me into Ed while we're waiting. The equipment can only be tuned to one person at a time. We don't have time to switch Lisa for Ed. Wait out the refractory period. You'll stitch Lisa again, and then afterwards we will talk about Ed. 之后，科尔足足等了12个小时。在不应期结束之后，科尔返回了死者的记忆中，过滤程序起了作用，人们都变回了正常的样子。科尔用意念让自己靠近丽莎，然后又让卡梅伦隔离开周围的摇滚乐。原来是丽莎发现女孩的男朋友走上了不归路，她想带女孩离开，于是去找男人理论。没想到男人竟起了杀心，将一整包毒品塞进了丽莎的嘴巴。在另一段记忆中，科尔找到了男人的藏身之处，之后他输入弹出密码，回归了现实。 11545 San Fernando Road. The drugs are in Ref's camera case. Certainty? 100%. We're gonna need a warrant. 此时，男人正在恐吓女孩，警察突然破门而入，一个抱摔把他制服。案件侦破之后，科尔立即返回了思想调查局。时间紧迫，他要求马上进入养父的记忆，但莱纳斯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It's too late. 卡梅伦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当即对艾德的脑神经发送指令，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拒绝访问。Ed said his best by date, he can no longer be stitched.